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没有想到之前没有脚本关于国货真实感受的那个分享视频更加受到大家的喜欢，所以今天呢依旧也是一个没有脚本的视频。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比较关注日系的护肤品，就一定会听过一种说法，就是真正在日本本土好用的护肤品呢，其实是来自于院线。关于这个话题呢，一样涉及很深，今天依旧也是浅谈一下，在日本本土院系护肤品，它们和百货店、药妆店渠道的护肤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经常在日本买护肤品的小伙伴会发现，无论是药妆店还是百货店，其实都没有特别强调成分。虽然在大量的成分派博主的影响下，全球对成分的要求都变得很高，但是这个波及在日本本土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受到影响的。我们只看到有一些新锐的牌子会出30%的维 C， 或者主打某高浓度成分的精华液，这几年也频频会出现在日本美容杂志，更多的是在诉求你用了这款产品能够呈现什么样的效果。之前科颜氏在全球开始发售视黄醇的精华，然后日本也理所当然的上了，我就去百货公司要这个产品的小样。当我在跟柜姐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她是很小心谨慎的。她说：“你知道这个里面是有视黄醇的成分吗？”我说：“我知道呀。”我说：“我很喜欢视黄醇。”然后她就既表示认同，但是呢又表示出一种惋惜。他的原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呀，在日本视黄醇管控是很严格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护肤品可以有很高浓度的视黄醇产品在百货店贩卖。视黄醇作为炙手可热的抗老成分，虽然资生堂也在用，但是人家用的呢就是低浓度以及配合自己的高新技术，反倒非常高浓度赤裸裸的去使用视黄醇，不太常见于日系的品牌。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皮肤，国际大牌其实更加有利于你皮肤的稳定。但是呢，因为现在的知识、理论、博主、信息都非常的多，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混乱，那一不小心你的皮肤就会有炎症、敏敏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们所知道的 Zero Skin 这样美系的猛药护肤品，其实在日本的医美诊所也都是在贩卖的。同样，日本本土也有很多的品牌是以高浓度成分，并且需要在皮肤科医生监管下去使用的。这样一来，院系护肤品更加优越于百货店护肤品的说法就应运而生。其实这就得益于日本护肤的高度发达化，所以它的各个渠道发展都是相对完善的。大家日常的健康皮肤呢，就用百货店、药妆店的护肤品就足够了。当你出现了皮肤问题呢，你就会求助于诊所。那么比较在意细节的女生呢，也会去光顾美容院。院系的护肤品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流通，在美容医师的专业指导下，建议你用更高浓度的或者更加精准针对你问题的产品，所以院线呢就得以了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就会流行说，真正日系好用的东西是出现在日本的诊所、日本的美容院，也就是所谓的院系护肤品。其实这几年日本本土随着各种资本的渗入，院线呢早已经有一些变味，但是不乏还是有不少优秀的产品。今天呢就想结合我手上已有的一些院线品牌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院线产品的一些浅见。第一个要谈的品牌呢，就是这几年已经被大家慢慢所认知的 MT Metatolon。 其实最早知道这个品牌呢，还是17年在小红书上看到的。那个时候的小红书呢，还不像现在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博主和路人去分享。无意间呢就看到一个在日本的人呢在上面分享，他经常会去美容院，然后用到这个品牌。他对这个品牌的描述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夸张。那个时候在日本的大部分院线护肤品，包括像宙斯，其实也是来源于院线，都没有大肆的在国际上去宣传，所以我们对这些品牌是所知甚少的，它更加增加了一种神秘感。但是碍于当时我已经到了日本，所以如果我想要购买到这个产品呢，也不是一个难事。当然我后来也购入了不少这个品牌的明星单品，也曾经在小红书上分享过。他们家的紧致小蓝瓶确实非常的神奇，能够肉眼可见看到紧致的效果，而且是在当下。但是为什么今天想要讲院线呢？其实也和 MT 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对日系护肤品一直停留在一种质感非常的舒适，乳化技术很高，然后日系有很多的黑科技，这样等等的一个印象里。但是其实很多非常讲究功效的品牌，包括像百货店贩卖的成野医生，其实他们的质感都不是传统日系，甚至于可以说非常像
欧美小众的胶水系风格。在 MT 身上，其实这一点也很明显。我曾经说过 MT 的维 C 精华就和欧邦奇的维 C 精华非常像，然后MT 的角质精华和塔卡咪的角质精华又非常像。大家会注意到，所有在主打成分的品牌，其实他们大方向是差不多的，只是相对于大集团的品牌，他们更加不吝啬的、很清晰的讲他们用了什么成分。但是我之前也提到过，用了很多好的成分，像堆料一样，并不会造成这个品牌就好用。只能说 MT 给我的感受是不错的，尤其是它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像灰色的敏感系列，确实质地舒适。但是在看到我国现在对敏感肌的这块的研究，所以它的这个价位，我个人认为性价比是不高的，这还是 MT 系列里面质地做的最完美的。作为一个对抗老有需求的人，我自然当年就有入他们的黑色线，整个黑色线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又黏又腻。作为高端线来说，它的价位和百货店去相比并没有很便宜，而且它的质感跟百货店的一众日系大牌来对比的话，所差甚远。但是这不否认 MT 是一个很用心做品牌的。做这个视频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看清院线有它的好，但是并不代表无脑吹。我曾经看到一个很搞笑的说法，就是 MT 的优秀仅仅来自于代购对它的描述。这是可以说的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 MT 已经悄悄地进入了中国，在梅陇镇上海梅陇镇伊势丹的2楼，你可以看到这个品牌。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品牌感兴趣呢，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正好我今年有买它的这个紫色系列抗衰紧致的系列，说一下我对这个紫色系列的感受啊。整体来说它还是不太适合我的，确实在紧致方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这个紧致效果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它的胶水感。先来说这瓶化妆水，其实当下的季节作为油皮来说，我觉得是刚刚好的滋润度，但是除去干冷季节，油皮一定会嫌它过于滋润。它在滋润度和黏腻度的平衡上做的其实一般，但是它的成分还是比较讲究的。比如说它有用到硫磺酸塔维林这个成分，是非常具备很好的抗氧化性的，同时它也有很好的紧致皮肤的作用，而且号称呢是其他产品8到10倍的浓度，并且在它的这个紫色线里面是有很多欧美药妆会比较喜欢用到的成分，比如说硫辛酸，比如说肌醇。所以 MT 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呢，也是因为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成分派的品牌，只是它作为一个日系院线品牌，它并没有能够呈现日系应该呈现出来的美好质感。对于我这么一个很讲究肤感舒适度的人来说， MT 的话一定不适合你用惯了专柜大牌的人。如果说水的滋润度是刚刚好的话，那这瓶精华液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挤出来是有拉丝感的，所以它的这个黏腻度比起水来说会更加的明显。可能也因为要追求简单高效，我个人认为油皮化妆水加精华液就足够。在白天的话，你直接上一个防晒霜就可以出门了。如果你还想要叠加别的功效精华，或者你想再搭一个面霜的话，我都会觉得有些许过润，因为今年的秋天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冷和干燥感，所以当下的这个温度来说，仅仅这2瓶滋润度就已经足够。相比这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些抗老线，我更觉得他们家的基础线会比较值得入，包括小蓝瓶的紧致，它其实也是舒服清爽的。第二个要讲的价格这个问题，这瓶小紫瓶也是要卖到1万多日币的，在这样价格体系下，其实和我上一篇说到的国货一样，你的选择其实有很多，所以不要受到日本的院线才是真正好用的日系护肤品这句话的影响，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去选择。院线的这条水其实是很深的，我们如何判断它是真正的本土院线护肤品，而不是资本炒作出来的一个品牌呢？还拿 MT 来举例，我们可以看它的官网，然后看到它的注册信息。MT 这种规模的品牌呢，它的注册金呢是1亿多日币。其实在很多小牌子去相比，这个
投资的资本金已经是非常大了。其次 MT 一直宣称的就是在日本会有5000家以上的店铺使用他们家的产品，其实这个规模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很少有品牌能够做到。但是日本大大小小的美容院其实有很多，尤其是医美诊所，碍于很多医美诊所和美容院都会采用自己独家的品牌来吸引顾客，在这样大方向的情况下再来看 MT 的这个占比，其实还是能够有公信度的。看一个品牌是不是日本正规的院线品牌，随着时代的发展，说实话越来越难了，但是基本上你要花点心思去查一下资料，都能够查到一些猫腻。比如说这个品牌成立没几年，比如说它的单品只在中国贩卖，后来日本本土才有，这样的品牌现在也活跃着。或者你从日本的网站上看到本土有没有讨论度，包括我之前提到的一款面膜，本土压根都没有发售，但是中国却很红火。现在虽然本土也开始贩卖，但实际上无论它好与不好，这个意义就是不一样的。除了 MT 这种大众认知度比较高的院线品牌，其实也存在了很多小众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院线品牌叫做 Licopro， 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我常去做医美的银座挪威路医院，它的院长根据顾客的需求所自主研发的品牌。其实在日本这么成熟的美容产业，美容从业者自己去研发做产品的情况很普遍。虽然在日系庞大的院线产品里头它非常的小众，但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整体院线的风格。因为刚才的 MT 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像欧美系的药妆的感觉，而 Licopro 呢更像是标准的院线护肤品的风格。全线产品呢都主打从鲑鱼的鼻软骨中萃取的一种蛋白多糖的成分，它可以达到紧致皮肤，并且促进胶原蛋白跟透明质酸的生成。其实日系很多的品牌都会主打从鲑鱼中的萃取，当然也少不了各种植物干细胞的萃取。其实这一点的话，不仅仅是院系，整个日系体系的护肤品都很喜欢用。通常院线的护肤品的价格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也用到了 liposome， 就是多重微脂囊技术，可以帮助保养品成分更好的渗透。说过了大环境呢，再来说我手上的这2个产品，分别是卸妆啫喱。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质地，完全没有任何的油分。通常在日本，如果你要去美容医院或者美容院，你都不会带着浓妆。这种卸妆啫喱的诉求更多呢是帮你洗干净脸，卸除防晒。我比较喜欢它这款碳酸泡沫洁面，因为它挤出来的这个泡沫呢非常非常的绵密，使用之前呢也需要摇一摇，挤出呢就是好像摩丝一样的质感，一点点就可以洗全脸，非常的弹性，而且不会往下掉。碳酸泡这种形式呢，也是院线比较喜欢用的。虽然这种流行呢，也会渗透到传统美妆行业，所以在药妆店还是百货公司也会有碳酸类的清洁产品，但是不会像院线这么的普遍。我非常喜欢这款洁面，所以它一定是好用的。但是值不值得你一定要追求院线产品就是最好的，我一定要买呢？我觉得大可不必。为什么？早些年很流行一个美容人物，他不是模特，也不是明星，叫水谷雅子。她是一个日本不老仙妻，就是40岁的年龄，但是皮肤状态、精气神都非常的好。那么她所推崇的美容保养呢，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活广告风潮。10几年前她火起来，推荐了一款碳酸泡沫，当时我就有买过那款碳酸泡沫，我现在还能在淘宝查到，当时是300多块钱的人民币，其实价位并不便宜，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院线产品，可以说和我手上的这款一模一样，就是使用感是一模一样的。这也说明了其实整体院线是属于一种风格，通常的价位都很高，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会介绍院线的产品呢？院线产品其实高昂的售价它都是有折扣的，是以这样的原价去购入，你是否愿意呢？我自己是不太愿意的，因为我觉得同样的价位，我完全可以选择更加有知名度、更加有高新技术而没有表达出来的那些大牌，甚至于你可以不需要花钱去买。先回到我刚才说的 MT， 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医美诊所选用 MT 呢？是因为这些诊所都有积分，当你在那边做了医美项目、美容项目，它都会产生这些积分，你就可以换 MT 的产品。所以会有很多人
介于这样的机会用到 MT 的产品，加上它又拥有不错的品质，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而我手上拿的这个 Licopro 呢，其实我是没有花钱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这家银座的诊所做医美项目。当我要回国的时候呢，这些积分是不能够转送给朋友的。那么最快捷的方法呢，就是将它们换成产品。我和我的朋友呢都认为他们家的这个自主研发的产品使用感还是很不错的。同时积分兑换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卸妆洁面的产品呢，我有兑换他们家的护肤品，就是化妆水和精华液，都是主打维 C 衍生物的产品，而且他们的定价呢都不算便宜。化妆水呢要卖到6000多日币，精华液卖到11000日币，原价6000多的卸妆啫喱和5000多的泡沫洗面奶，其实这个价位完全就是 The Ginza 的价格。那么你到底是愿意选择顶级贵妇保养品，还是选择院线来认可它的价值呢？其实这个不好说，你自己喜欢就好。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东西告诉大家。如果你在日本本土呢，你完全可以光顾这些医美诊所来体验他们的服务，顺便你就可以用积分来感受这些院线产品，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大家在迷恋买保养品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冷静考虑好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是你需要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